我们都知道，在实际生活当中，要获取一个电流源，远比获取一个电压源要困难得多。在这里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用理想运放构成的电流源。电路结构是这个样子，这也是一个含有理想运放的负反馈电路，因此我们仍然可以用理想运放的虚短、虚段特性来进行分析。首先，根据虚段特性，那么这个地方流过的电流 I 正是等于0的。同样的，这条支路上流过的电流 I 负也应该等于0。而根据虚短特性呢，这一点的电压，也就是这一点的电压，应该等于 U 正，就等于 UI。我们把它标在这儿。由于 I 负等于0，显然 RL 负载上面流过的电流 I 应该等于 I1 上面流过的电流。那我们来看一下 ，I1 上面流过的电流就应该等于 UI 除以 R1。那也就是说，无论我的负载 RL 如何变化，它上面流过的电流 I 始终应该等于 UI 除以 R1。那这不就是一个电流源的性质吗？电流源的性质就是这样，它上面的电流不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只要我们的 UI 是一个确定的值，那么不管你的 RL 如何变化， I 始终是等于 UI 除以 R1。大家可以体会一下我刚才说的那句话里面有没有一些问题。在线性区间内 I 始终等于 UI 除以 R1， 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的 RL 选择的不合适的话，大家想想是不是有可能导致这一点的电压，也就是运放的输出电压 UO 会超过它的饱和电压呢？那实际的运放显然是不可能出现 UO 超过饱和电压的情况，因此的话，我们必须要选择合适的 RL 以及选择合适的 UI， 根据你的器件选型，才能够保证这样一个电路它的输出呈现电流源特性。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个由理想运放构成的负电阻电路。我们前面学习电阻的时候曾经提到过，有一些元件在它的某些工作区域内会呈现负电阻的特性，也就是说电压会随着电流的增加而减小。但是要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负电阻，也就是它的 UI 特性应该是过原点的一条直线，并且呢斜率为负。那么这个就需要通过一定的电路来特别的加以实现。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个电路呢，我们来分析一下是否就实现了这样一个负电阻的功能。大家仔细观察一下这个电路，和我们前面给出的带有负反馈的理想运放电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在这个电路当中，输出 UO 既通过这样一条支路反馈到反向输入端，又通过这样一条支路反馈到同向输入端。那这个电路到底是呈现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呢？那这儿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反馈深度的问题，也就是说我的输出分别反馈了多少到我的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那为了分析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把这个 UI 短路掉。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 UO 通过这样一条支路反馈到同向输入端的反馈量呢，应该是0因为这一点的电压现在就是0了。而通过这条支路反馈到反向输入端的量呢，现在可以看到应该是1/3 UO。所以说总体来讲，这个电路应该是呈现负反馈的。因此我们仍然可以用前面所说的理想运放的虚短和虚段特性来分析这个电路。好，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从输入端看进来，它的入端等效电阻 R 应是一个什么样的值。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电路当中，根据理想运放的虚短性质，这一点就应该是 UI， 那就应该等于1/3 UO。
再看一下这个电流，现在这个电流根据理想运放的虚段特性，就应该等于这个 2R 电阻上面流过的电流。因此的话 ，I 应该等于 UI 减掉 UO 除以 2R。我们把上头 UI 和 UO 的关系带进来，那么我们最终可以推出它应该等于负的1/3的 UO 除以 R。好，现在呢，从这个端口看进来的入端等效电阻 R in 当然就应该等于 UI 除以 I 等于，把 UI 和 I 的关系都带进来，最终我们会看到现在的入端等效电阻就等于 R， 也就是等于这个地方的电阻的阻值是一个负电阻。那么在这儿同样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这个地方的 UI 输入电压以及这3个电阻的阻值都必须恰当的选择，使得我这个理想运放工作在线性区，才会有这样一个负电阻的性质存在。好，下面我们就通过仿真来看一下最终得出的这个端口的 UI 特性是不是和我们的理论分析一致。理论计算可知，从输入端看过去，图中虚框可以等效为一个负电阻，负电阻的阻值是负5000欧。对虚框中的电路，我们加不同的电压 V3 来求流入电流。我们点仿真，分析，参数扫描，设定 V3 从负10到10伏，每一伏取一个点，总共21个点。输出取负的 IV3， 也就是流入电流。我们点仿真，我们选白色背景，用游标量测一下，大约在负5伏和5伏之间。虚框电路可以视为一个负电阻，因为横轴是电压，纵轴是电流，斜率是负200 μ 西门子，对应的电阻是负5000欧。